所以你和某人约会，希望不仅仅做朋友，在脑海里，这感觉不仅是一次约会，但事实证明对方有不同的想法，那只是个互相了解的聚会。现在很困惑，是约会还是只是出去玩？爱总是有风险的，因为受伤害的可能性太大了。追求爱情过程中最可怕的事情是被拒绝。你爱的人也可能在你表达感情之前就离开了。滚石乐队有句歌词说，一个人不可能总是得到自己想要的，所以我们觉得分享些忘掉从未在一起的人的方法，这可能会有所帮助。一、接受那些感觉。被拒绝后可能感觉不对劲儿，悲伤不可避免，甚至可能会感到有点生气。虽然我们不能说这种感觉理性，但他们肯定是可以理解的。否认这些感觉只会减缓一个人继续前进的进程，会被自己的感觉所困扰。坚持说自己并不在乎，接受负面情绪已经被证明可以减少他们的影响，让人对压力做出更好的反应。在乎是可以的，感到受伤也正常。二、问问自己为什么。一旦接受了自己的感受，试着反思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哪里出了问题。也许是自己太粘人，或者没有给对方留下好印象，也可能这个人只是不喜欢自己。没关系，在整个反思过程中，试着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同样重要的是，别玩指责游戏，尽量保持客观。在这点上，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记住，我们的目标是在更好地理解自己如何处理自己的激情感觉和关系的情况下，继续前进。三、修复自己的自尊。被拒绝的痛苦会对自己的自尊产生很大影响，谁都不想让这种事来定义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就像觉得自己配不上好事，或者关系可能源于低自尊，所以为了继续前进，需要昂起头来。有些人寻找简单的方法来治愈他们的自我，比如毫无意义的性，但从长远来看，这不太可能起作用。换句话说，与其寻求外界的认可，不如试着通过改进那些可能让自己感到骄傲和有成就感的事情，来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四、投资于自己的成长。这听起来像是个商业术语，但它并不一定是与金钱或职业有关的。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改进自己的事业，因为单身意味着在做职业决定时不再需要考虑其他人，而且单身也可以意味着精进自己的爱好以及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无论做什么来提高自己的自尊，都不要再感到痛苦，要提高自己和自己内心的幸福感，确保自己所做的决定是关于快乐的，关于作为一个人的真正的进步和成长的。五、划定界限。有的小伙伴可能会觉得和从未在一起的人划清界限是没有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设定界限与一段恋情无关，而是与自己的心理健康有关。这些界限是关于自己的，可以是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让他们在社交媒体上静音。有时候人们需要这些界限，因为在和朋友喝了一夜酒之后，突然发一条尴尬的信息可能太诱人了，然后两个人之间会又一次陷入尴尬。其他的界限可以是不再帮他们的忙，或者限制自己什么时候和为什么要见他们。这个界限应该在适当的地方帮助自己继续前进，而不应该成为粗鲁行为或情绪操纵的借口。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自己的内心一定很温柔，所以不要因为仍然想和他们说话或寻找其他方式来解决问题而感到羞耻。这时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和别人谈谈，如果不是专业人士，那么应该。六、拥抱自己的其他关系。只因为事情没有如自己所愿，也不必感到孤独。交朋友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为了社交，和自己合得来的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在面临任何形式的拒绝之后，得到支持。与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疗愈，并且对自己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忘记一个人并不容易，自己内心乱撞的小鹿不会说走就走，那些温暖模糊的感觉很难放下。不要放弃。再一次引用滚石乐队的歌词，如果去尝试，有时候会发现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向前看只会对自己有帮助，需要的东西可能马上就会出现。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就给我们点个赞吧，订阅我们的频道，
已了解更多心理学内容，你懂的。下支影片不见不散。